在美国副国务卿访华结束的第2天，央视罕见报道，正在东南沿海驻训的第73集团军某2栖重型合成旅组织、2栖重型合成装甲部队展开越海夺岛体系联合登陆演练，在气温超40摄氏度的情况下，快速夺占演练目标119高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还出动了大批无人机机群。登陆成功后，第73集团军某2栖重型合成旅一营教导员王达斌发表热血沸腾的发言。今年有6个月都是在驻训场度过，很多同志在训练场晕倒过，皮掉了一层又一层，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当兵就是为了打仗，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今年6个月都在驻训场度过，足以证明解放军实战演习有多密集和频繁，也证明武力统一这个选项变得越来越现实清晰。在台海局势紧张的情况下，美军此前就宣布将紧急部署多架 F-22 入驻关岛。在7月26号，美国 CNN 网站报道，美空军将派遣约25架 F-22 隐身战机，将在本月部署到关岛和天宁岛。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作战主任卡尔·舒斯特表示，在台海和南海等太平洋热点地区关系紧张局势，美军这次不同寻常的大规模部署向中国发出强烈讯息。目前，美国有180架 F-22 战机，但由于维修，所以美国这次派遣至少25%数量的 F-22 部署，任务就是摧毁对方防空系统。美国正积极发展做准备，以应对重大危机或战争的可能。一旦关岛上的战机敢阻挠中国，中国也做好了直捣其老巢的准备。在去年9月，解放军曾发布一段轰炸机模拟攻击关岛上安德森空军基地的视频。别忘了，火箭军还有关岛快递之称的东风26弹道导弹。更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次会晤中，中国不仅言辞驳斥了美方的谬论，还给美国列出了2个清单，提出3条底线。中方很清晰地表明了捍卫主权的立场。分析称，解放军频繁实战军演，加上这次会晤中国摊牌，美方长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。正在东南亚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态，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，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，呼吁加强与解放军的危机沟通。虽然这和之前的态度截然不同，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怂了。大量事实证明，对美国本就不能心存幻想。在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访华之行结束后，中美激烈交锋还在持续。中国态度坚决，让美国气急败坏，美国又找到开战借口，拜登下战书。事实上，关于这次舍曼访华之旅，外界都在分析，舍曼是想探虚实，促进中美高层会晤。为何美国一边施压，一边又非要谈呢？当时就曾详细分析过，美国国内通胀问题比2008年严重得多，关键是这次没人接盘，美国的通胀输不出去。美国的如意算盘是想让人民币继续贬值，大量购买美债，并降低出口商品价格等，减少美国美债和通胀压力。然而在这次会晤中，美国不仅没有丝毫诚意，还使出了惯用伎俩，极限施压换取筹码，并继续以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利用抹黑歪曲的议题当成所谓的筹码。中国自然不会吃这一套。在看到中国态度极度坚决后，舍曼回国就表示将继续敦促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和秩序，言外之意就是继续施压中国，甚至比以前更加变本加厉。而美国所谓的国际秩序，本质就是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，这就注定着美国绝不会坐视中国崛起。目前，美国曾在经济、外交、科技等多个层面对抗中国，但是唯独没有动过真刀真枪。然而，近日拜登似乎找到了洗衣粉，借口与大国下战书。据路透社27号报道，拜登表态，如果美国遭受重大网络攻击，可能会与一个大国展开真枪实弹的战争。最近，美国遭受数起重大网络攻击，影响范围很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近段时间，美国纠集多国指控中国网络攻击，包括美国、北约、英国、欧盟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盟友几乎同一时间发表声明，很显然就是预谋已久，似乎就是为了拜登这句表态铺路。拜登曾在上任不久后明确表态，绝不允许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，世界上只能有一个超级大国，美国不允许下一个超级大国出现。虽然中国多次表态无意称霸，但无论你是否有这个意愿，美国人认为对其霸权构成潜在挑战的，必定会竭尽全力打压，比如苏联、日本等。更何况最近民调显示，75%美国民众认为政治过于分裂，再加上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，美国足以有借口再挑起一场战争。我们总是把敌人想得太好，很多人还在认为两个核大国不可能开战，必须得放弃这种幻想，做好准备。
根据外媒消息报道，拜登在近日接受相关采访时对外表示，美国如果遭到重大网络攻击，可能会与一个大国进行真正的枪战。有媒体分析，资讯安全问题逐渐成了拜登政府的优先议程，加上近期接连发生多起重大黑客攻击美国企业事件，影响了部分地区的燃料和食品供应。倘若仅从美国企业遭受网络攻击事件来看的话，美国此举大惊小怪，也令外界可以理解。但若是将前不久的事件结合在一起，拜登有很大可能则是在公然下战帖。据悉，在西方国家纷纷下台谴责中国的黑客行为后，美国又开始捏造事实，玩弄政权。近期，美国司法部对4名中国黑客正式起诉。与此同时 ，FBI 机构也就此发出通缉令。拜登也有意无意地指出，中国经常派遣黑客袭击各国网络系统。不难看出，在人权等领域恶意攻击中国后，美国政府又重新将视线转移到网络安全领域上，可就黑客攻击一事扯上中国，美国背后的影响意图非常明显。值得一提，美国政客虽然对这4个中国公民起诉，但实际上并未拿出任何切实的证据。换句话来说，或许不是不想拿出证据，而是拿不出证据。毕竟美国借黑客攻击针对中国的这种闹剧不是第一次干了。例如10年前，美国就开始经常点名批评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，甚至污蔑中国当时通过低级的网络钓鱼邮件来窃取美国机密。这次拜登尽管没有明确指出是与哪一个大国开战，但外界心里都有数。客观来说，美国如今不断造谣污蔑攻击中国的网络行为，除了要为其本身的不法行为甩锅以外，更是因为中国网络技术发展越来越迅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着急了，为了继续保证在网络技术方面的地位，不惜加大力度遏制我国的发展。美国不许盟友国与华为合作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可美国这样的小动作，真要说起来，对中国根本就没有多大的作用。分析认为，除了能够加速让世界各国见识到美国丑恶的嘴脸以外，丝毫损害不了中国的形象，构不成任何的影响。对此，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磅发声，明确表示，美国如今不断纠集盟友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，完全是在颠倒黑白，无中生有。这种出于政治上的抹黑打压，中方坚决不接受。现在拜登渲染炒作，企图用这种方面给美军敲警钟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铺垫。解放军随时奉陪到底。想硬刚，中国还真不怕美国威胁，哪怕是目前排名第1的美国，有胆子大可来试试看。近些年，中美博弈涉及经济、外交、政治、科技等各个领域，而且愈演愈烈。这种模式更像是冷战，但是美国试过贸易战、科技封锁围堵、意识形态抹黑等多个手段都无效，美国急切想来一场热战。拜登正式发号施令。据路透社27号报道，拜登表态，如果美国遭受重大网络攻击，可能会与一个大国展开真枪实弹的战争。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是在前不久，美国主导欧盟、北约、英国、日本等国同时发表声明，指责中国网络攻击。同样的方法，美国也曾适用在俄罗斯身上，但是当时美国只是进行谴责和制裁。这次美国给中国安上这个莫须有的罪名，拜登却表示要真枪实弹，这和当年美国入侵阿富汗用的洗衣粉借口有何两样？中美博弈极有可能转入军事领域，这是美国最后的底牌。之所以说中美博弈转入军事领域，有3大原因。首先，中美天津会晤其实是双方各自在探虚实摸底。中国态度坚决，只要美国一直拿着霸权大棒，中美对抗注定会成一场持久战。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源就在于美国一直把中国当作假想敌。事实上，美国依然强大，却没有越来越强大，而中国尚未比美国强大，却在不断一步步走在强大的路上。当到达一个临界点时，无论你是否有争霸的意愿，美国肯定会动用最后的打压手段及军事对抗。其次，美国国内局势严峻复杂。美国易普所最新民调显示，75%认为当前美政治体制过于分裂，缺乏建设性。美国民主制度痼疾难除，整个社会阶层、种族等矛盾愈发激烈。此外，美国的经济情况也不容乐观，经济复苏缓慢，通胀严重，巨量国债即将到期。西方一向惯用外部冲突转移国内矛盾。第三，中国民间对于统一的呼声愈发强烈。解放军频繁展开密集实战军演，而美国加强与台独勾结，这都可能成为台海冲突的爆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是最急迫的。近日，《华盛顿时报》报道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·海腾上将警告，五角大楼必须加快对抗中国的步伐。当前，美国面临巨大威胁，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加大投入，以便在多个领域超越美国，比如太空、网络和核领域。而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企图用冷战思维，妄想将中国逼入绝境，这招已经不管用了。可以说，
美国的军火商和军工企业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别忘了，美国本就是军工复合体。当美国把拳头从中东收回来时，必须得找到下一个出拳的目标。最坏的情况已经出现。